我们今天要介绍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它会决定了你抽出来的 model 是不是符合一些数值的合理性，可以确保后续其他人用这个 model 的时候能不能收敛。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边用了5个例子来证明给各位看，为什么有一些设定真的会去影响到这个抽出来的 model 的 passivity 跟 causality。所以呢，最好你按照着我们的设定，可以避免你踩到一些陷阱。影响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原因蛮多的。那我们所有的原因，大概是99% 的原因，大概都在今天会提到，包含软体有一些 enforce 的功能，我们也会介绍。好，首先我们来讲什么是 passivity。passivity 简单讲就是说，我的一个抽出来的被动的 model， 它是能量损耗，讯号通过这个 model， 事实上我的 gain 不可能大于1，它要符合 passive 的特性。passivity 在中文的翻译叫做无源性。那 causality 呢，中文的翻译叫因果性。概念上来说，就是我一个讯号在时间 t 等于0的时候进入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的 output 不可能在 t 小于等于0的时候就看到，意思就是说我能量的传递不可能比光速还快。所以这2点我们清楚的知道说，它其实是在反映着我抽出来 model 必须满足一个基本的数值的合理性，后面来使用才不会有问题。那如果这个 model 不满足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它对系统有什么影响？最常见的影响就是它很难收敛，或者甚至不会收敛。那什么因素会影响我抽出来 model 能不能满足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呢？最常见的3个因素就是你的材料是不是 causal 的 material， 或者是不是 lossy 的 material， 还有你的 mesh 的 performance， 还有你的扫频的设定。这3点是最主要的。好，我们今天课程的第5颗星星出现，就是关于怎么设定可以避免 non-passivity 跟 non-causality。第4颗星星我们没有忘记，它只是会后面的章节我们在介绍这个 reduce matrix 的时候再来说明。好，我们先用第一个简单的例子。各位看右上角这个图，它是一个2片的薄的铜条，那它的 space 大约 millimeter， 这个扫频呢，我就扫1G 到10G， 但是我故意很夸张的扫频的 step 就取1G。那由于这个结构很简单，我今天透过这个步骤在 sweep 按右键，然后进入 Network Data Explorer， 我们称它叫做 NDE， 按右键，然后按照图示的这个顺序Matrix Statistic Passivity 去 check， 全部都在1以下。好，这个满足 Passivity， 这个我扫频随便设，step 设很大都没有问题。Causality 也是，好，这边选择 Causality， 然后这边按 Causality check。那它 causality 的 default 的 check 的 criteria 是 2.5%， 那我们会建议各位都用 1% 来做，全部都是绿色的。所以这个例子呢 case 1它随便做都是满足的。可是我只要稍微变化一下，我看这个例子跟 case 1长得很像，但是事实上呢，我把这2块铜的距离故意弄得很近，非常非常近，0.0几个 micron 的距离，让它事实上非常靠近，但是没有碰到。这个时候，我如果用同样的宽距离的这个扫频设定的时候，它的 passivity 看起来呢，虽然没有出问题，但是它这个波形就怪怪的，它突然弹起来，那 causality 就整个死掉了。那如果我把 sweep 的 step 调小，调成 0.1G， 那看起来 causality 有好一点。但是 passivity 看起来，passivity 波形还是很奇怪，但甚至就超标了，这边就violation 了。那我如果把扫频改成 log， 我也不设3段式扫频了，我就改成 log， 看起来2边就过了。那到这里可能各位就有一个疑问了，那我不用照你的建议说一定要这个设3段式扫频嘛？我从头到尾设 log 是不是最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各位在这里就已经看到说，确实扫频的设定会影响你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的结果，尤其对于你的结构，你结构简单没问题，但是你结构复杂的时候，你的设定就会有影响。那如果我 case 5我是用
我们建议的设定，比方说我的扫频就用3段式的 subrange 的设定，我的 mesh 呢，我就设定这个converging 的 passing 是2，避免假收敛就是所有的设定都照我们先前课程的建议设定。我做起来 passivity 也是过， causality 也是过，那 case 4跟 case 5都过啊，那为什么我一定要用 case 5的设定呢？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假设我把比较的标准提高，我把比 causality 的标准从 1% 改成 0.1%， 我把标准再拉高，我会发现 case 5是会过的， case 4是在过跟不过之间。黄色的这种意思就是代表就是说我这个有一些频率也许是会过，有一些频率是不会过的。所以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来你的 mesh、 你的扫频还有摆你的结构的复杂度，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最后抽出来结果能不能满足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所以说如果你在模拟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使用习惯，你平时的设定就遵循一些标准，事实上是可以让你大幅的去减少抽出来 model 不收敛的这种问题。那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个，你的扫频3段式的扫频0.1赫兹要取 mega 赫兹取 log， 那这个 log 你可以取10到20，一般我会取15。那超过100 mega 以上的时候呢，可以以这个10 mega 0.01来当一个 step。它的好处是什么？mega 赫兹取 log 就是会加强低频的取样。然后记得，如果你是 HFSS 的话，宽频不要用 fast sweep， 请用 interpolating。那你如果用 interpolating， 就不要忘记 interpolating 有一个 error tolerance， 那个参数很关键。那再来，如果你是用 HS 的话， HS 有个设定叫 advanced DC extrapolating 外插，有些人就喜欢勾这个，请不要随便去勾这个。他没有给你放在 default， 然后故意藏在 UI 的一个角落里面，不要让你容易去打开，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保证一定 passivity 跟 causality。你要让 DC 准，不是勾这个，这是我们附带一体的，这跟 Q3D 没有关，但是跟 HFSS 有关。再来，我们刚刚讲，现在就提到了interpolating error tolerance 这里很有关系。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在这个 advanced option 里面，它这边有个 enforce。好，那你可以 enforce passivity、enforce causality。那如果你一切都已经在按照我们的设定了，那 sometimes 你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你还是有碰到一些些微的passivity 或 causality 的 violation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里是可以选择去做 enforce 的这个 enforce 是在求解前你就先设好了，然后它在求解的过程当中，它就去帮你 take care 你的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的特性，所以这2个值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勾的。那再来呢，你怎么样确保你的 mesh 够好呢？除了说我们的这个 converging path 这边会建议各位设2之外，L% 这边可以把你的应用设小一点之外，另外就是你的 initial mesh for 一些曲面的结构的时候，你如果把它这个拉条往右边推的时候，可以让的 initial mesh 品质比较好一点甚至说你如果是这种薄的大片的结构是 layer structure 的题目 ，sometimes 有的时候你的 class mesh 是会比较好的。那像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尝试的，去改进你的 mesh。那它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去让你的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好一点。好，那再来就你的材料，不能用 idea 的材料，你必须要有 loss tangent 大于0的材料。在 HS 跟 Q3D 里面你可以在这里设材料，或者是在 SIWF 里面你设的时候，你要用 DS model。即便你已经都设lossy 的材料了，记得有一个地方你要勾，叫做 Auto Use Causal Model， 这个地方你要勾，不是说你只要设这里就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POL 的 reference 的阻抗，我们会建议 Signal 设50， Power Ground 设 0.1。当然你平时没有注意这个，你觉得也还 OK 啦，没关系啦但是 sometimes 有的时候有一些例子，你这样设以后会有助于你的 passivity 跟 causality。那你如果这样子设的时候，你吐出 model， 你最好就吐出 Touchstone Fire 2.0 版本的软体里面可以去选定你要这样的格式输出。这样的格式输出的好处是 Touchstone 2.0 才支持你的 POL 可以有不同的 Z0 normalize，
有一种应用，你容易抽 model 抽出来是 non-passivity 或 non-causality， 原因是因为你在抽的那个 model 本身带了这个被动元件电容，大电容或者是很多小电容，尤其是在抽 PCB 的时候。那抽大电容的话，我们会建议你那个大电容，比方说10麦啦、100麦啦，板上的大电容，那些大电容你就不要跟着 PCB 一起抽了，你就在那个电容留 pole 然后呢，你把它这个 model 抽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在 circuit level 端呢去这个把这个电容接上去外挂去模拟。那小电容你是可以在 SiWave 里面或者是在这个 HS3D layout 里面直接抽没有关系。但是你这个小电容你要注意你在 Moluta 的网站直接下载的这个电容 model 它事实上是没有低频讯号的，所以有可能你这种没有低频讯号的 model 放进去一起让 HS 或 SiWave 让你抽宽频 model 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passivity 或 causality 的问题，所以最好你把它丢进去让 model extraction 帮你抽宽频 model 之前，最好把它低频的资讯把它补齐透过这个 designer 的 linear analysis 去把它补齐。那再来我们讲 enforce 这一件事情。enforce 除了刚刚在设定求解设定那边有个 enforce 之外， NDE 里面也有一个 enforce， 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Broadband 这里也有一个 enforce，Advanced 这边也有一个 enforce， 但是这边请注意，这边的 enforce 特别有写 make non-causal data causal， 后面这句话是重点 ，use only if fitting fail with this option off。 意思是什么？这个功能没事不要乱勾，意思就是你 default 勾它有可能是有副作用的。你的 model 如果没有 non-causality， 你勾它有可能反而那个值会有问题。那为什么前面一个在这个求解设定里面的 enforce 我跟各位说可以勾，但是这里我却特别小心说你没有问题不要乱勾呢？原因是前面的那个设定是求解前就先请 server 去 take care 这一件事情。现在这个设定是我的 model 已经抽完了， model 已经在咯，那我要强制去改这个 model 的数值资料，去修复它，使它符合数值的合理性。数值修复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我会影响到它原本的 X 参数，所以它准度有可能会跑掉，就 depend on 你 violation 的程度。所以这一种 enforce 其实不是我们建议的，是非不得已不用的，所以我们这边就要特别讲一点。这一页的 enforce 跟前2页我们讲的 enforce 差在哪里？就是一个是事后的修补，就是这一页；一个是在事前就交代 server 要特别去 take care。所以前面那个你 default 是可以勾的，后面这个是你不得不才勾。所以我们要再进一步的讨论的是 enforce 是不是万灵丹？我们只要碰到 non-passivity 跟 non-causality， 我就用软体的 enforce 就好。刚刚我噼里啪啦的讲那么多要遵守的规则，其实你可以爱理不理。No No No， 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绝对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我来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好，这个是我在早年大概是5、6年前，那个时候的 SiWave 啦 Design 的版本相对比较早了我很幸运的正好做了一个例子，它 non-passivity 而且 non-causality， 但是正好又勉强那个眼图跑得出来。好，就像左边这张图，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就是那个画一个很简单的传输线，然后呢故意用 fast sweep 从0到10G 5G 还是10G anyway 我忘记了，宽频。好，再来呢 mesh 量很少，故意让它2次 mesh 3次 mesh 就强制它停了。反正所有我们刚刚讲的该遵循的 rule 我都没有遵守就对了啦，得到左边这个图。然后我用 NDE 里面的 enforce 去 enforce 它，而且 enforce 到 pass 咯。好，得到右边这张图。所以你确实我有改善了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右边的眼图张开很多改善了。但是 even 我把一个 non-passivity
causality 的 model 修到都满足了 perceivability 跟 causality， 那又怎么样 ？So what？ 这个眼图这个结果就是可信的吗？我把原来的那个档案照正确的建议设定求解的出来以后的眼图结果是怎么样？是这一张。当你有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右上角那一张 ，even 你 enforce 完这个还是 garbage。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enforce 是不得不用的时候才用。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 enforce 呢？你那个 model 不是这个 tool extraction 出来的，它是量出来的 A 参数的 model，even 它 probe k 的再好，它都可能还是有轻微的这个 perceivability 或 causality 的 violation。那这个时候你确实就可以用软体的 enforce 来做，而且你也只能用软体的 enforce 来做。